7条最有用的手机摄影技巧，绝不空谈的真干货。你好，我是詹姆斯于正，也是华为、小米和 vivo 的手机的样片摄影师。风光虽美，但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很难直接用手机拍摄出堪比相机般美丽的作品。很高兴你还在看。如何来定义一张好的手机大片呢？也许随口一句“这是手机拍的，你骗我吧”，才是最大的褒奖。今天我来为你介绍7条真正有用的手机摄影技巧，帮助你重新定义手机摄影。今天的这些是为那些真的想用手机进行创作的人准备的，所以不要吃惊于你可能要有的付出和努力。技巧1。保证你的手机随时待命，清洁你的镜头，这是最容易忽略的细节。保持手机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才能拍出高质量的照片。镜头的灰尘和指纹是影响拍摄质量的最大根源。手机其实都是这样随手一放，放置手机的表面也不会很干净，手指也会经常碰到镜头。这意味着镜头上可能会积聚着灰尘和变成了一个指纹收集器。那后果就是导致你拍摄的照片的时候会有些模糊，画面惨不忍睹。准备一块上好的滤镜布，防止划伤，轻轻地擦拭镜头。另外一个更保险的做法是可以去买一个带镜头滑盖的手机壳。关闭闪光灯，不管你是拍风光还是拍人像，不管是逆光还是夜景，都请关闭闪光灯，因为手机上的闪光灯太差了，差到宁可不用的地步。闪光指数太低，照射范围太小，无法手动调整输出。总之，手机的闪光灯一无是处。强制关闭你的闪光灯，不管在任何时候。如果你真的想在夜间使用手机拍摄清晰的照片，那么我建议你要去找寻除闪光灯以外的其他的光源，或者尝试手机的夜景模式。其实现在不说华为，就连苹果三星，他们都有夜景模式了。买最新的手机，这几年手机的技术创新已经趋于缓慢了。这些厂商唯一在比拼的都是相机的功能，每一代的相机功能都有杀手级的改进。P20 Pro 时代的4000万像素，到 Mate 20 Pro 的这个内置17毫米的超广角镜头，再到 P30 Pro 的长焦合成月亮，然后再到 Mate 30的星空延时摄影，原来很多的不可能就变成了可能。你一定会觉得年年换手机太贵，其实你想想，再贵的手机其实还是比镜头跟相机加起来要便宜太多。熟悉手机的内置相机功能，再好的手机你也不会用，也是一场空。很多新技术的下沉真的是很快，就像流光快门，1000块钱的红米手机都开始支持了，但是又有多少的小米用户尝试过这个功能呢？记得少看几条抖音的视频，把时间节省下来，把手机的功能反复测试吧。很多事情其实为手熟耳。技巧2，永远不要变焦。现在常见的智能手机都是数码变焦，这个也是华为的相机像一个浴霸一样的4个镜头，包括这个三星有3个镜头的原因，因为每一个镜头代表了一个焦段。如果再深入一点，这个镜头后面的每一个镜头后面还有一个相机。如果你有3个镜头，就有3个相机；4个镜头就有4个相机。想想是不是很恐怖？不过这些所谓的几十倍的长焦、30倍、50倍、100倍的长焦，基本都是扯淡。数码变焦没有任何意义，和后期的裁剪完全一样。尽可能的去靠近主题，以获得更生动的影像，可能是最好的方法。友情提示。你像这种相机，一个主摄，一个长焦，一个超广角，那3个镜头中，主摄的画质更好。什么是主摄？其实就不是广角，不是长焦的那个，更强的高感噪点控制，更好的畸变控制，甚至更大的像素，更多的堆栈功能。所以不要数码变焦，尽量使用主摄像头拍摄最强画质吧。技巧3，使用专业模式，手动控制曝光。或者说，手机专业摄影的最终要义就在于把手机当成一台相机，
不要想着怎么简单怎么去拍。就像我之前的视频里说过的，你的摄影水平不是拍摄的总张数决定的，而是拍的最好的那几张决定的。记录生活的随意永远不能成为永恒的影像。专业摄影师和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普通人靠相机控制曝光，专业摄影师永远自己控制曝光。那么你知道如何调整手机的曝光度吗？大多数的安卓手机都提供了专业模式，你可以控制除光圈之外的所有拍摄参数，就像一台真的相机一样。为什么不能控制光圈？因为手机镜头都是恒定光圈镜头，它不可更改光圈。专业模式，安卓手机已经提供了，那么苹果手机需要付费购买一些第三方的软件。同时，专业模式也可以实现曝光和对焦分离，这很重要，因为手机都是超大光圈，如果对焦点很近，同样会有虚化效果。同样拍摄时必须确保对主体的完美对焦，你可以通过轻按屏幕上的被摄对象，恰好在画面中的位置来轻松确认相机的焦点。内置相机的默认功能，它是点测联动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最佳的选择，但对于专业摄影师这是一场灾难。所以每天多多练习专业模式，确保能达到快速控制吧，在拍摄之间轻松地调整各种参数。上天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友情提示：大光比情况怎么办？如果你拿着相机，估计很快会说上渐变镜或者曝光合成啊。那么手机怎么办？同样对着最亮、正常和最暗的地方拍摄3张照片，后期进行曝光合成。你觉得太恐怖？我觉得你把手机摄影想得太简单了。全景接片当然也不是手机内饰的全景模式，那只是一个录像的功能，像素低得可怜。有没有办法像单反一样玩接片，甚至矩阵接片呢？你一定说我吃饱了撑的。那我问你，哪个偏执狂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不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呢？技巧是，永远不要使用滤镜。大多数人都喜欢使用滤镜来增强照片的外观，甚至还以会使用这些滤镜而沾沾自喜。我希望你彻底放弃它，因为滤镜会分散你的注意力。虽然你也可以拍出一定程度的奇特效果的照片，但是它会让你不自然地去表达想法，也失去了原始的图像进行精致后期的可能性。甚至我让你不要去想念手机的 HDR 和各种的 AI 智能特效。你要知道，几乎所有的手机厂商的样片拍摄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关闭所有的 AI 和所有的滤镜功能。为什么？也不要在手机上处理图片，哪怕你的 Snapseed 是免费的，泼辣修图据说已经有图层了，还有神一样存在的美图秀秀吹嘘它的磨皮有多么的方便。所有的这些软件在 Photoshop 面前都和青草一样无力。正确的工作流程是拍摄最高质量的 TIFF 文件或者楼格式的原片，导入电脑的 Lightroom， 经过选片以后，我们继续可以使用 Photoshop， 像处理照片一样的，用几个小时时间来处理一张手机照片吧。看的人估计又要骂我神经病了，你这么折腾不会用相机拍照啊？我只想说，行百里者半90，其实越简单的东西越难拍好，越难拍的和别人不同。我这么折腾，就是为了让一张手机照片看上去像相机拍的，甚至能够比大多数人相机拍得更好。这也许就是摄影师存在的价值吧。你有心，其实也可以做到。技巧5，更特别的机位。手机能操作的余地很小，那么构图可能就是让你拍摄引人注目的照片的最好的方法。我只想说，更特别的机位。拍照片的时候，大多人都喜欢什么？使用眼平视角，也是拿起来跟眼镜一样高拍。你完全有更多的不同的角度，可以帮助你获得更有趣的效果。比如超低机位的狗眼视角。不要用人眼拍，我们把视角低到一条狗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怎么样的。超低机位往往可以显示比实际更大的尺寸，特别是前景那些突出的效果。而在 Vlog 的视频拍摄中，更容易创建一些戏剧性的时刻，比如奔跑的慢动作等等。第二，上帝视角。
如果从物体的上方，特别你拍一些静物，上方的正上方的某个角度拍摄场景，一定要确保以正90度拍摄啊。比如我们像这样拍摄一张柠檬水的照片，对吧？我们平常是正过来拍杯子，但是当你从上方往下拍的时候，将手机与这个水平面平行居中放置，那么这个杯子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圆圈，就类似无人机的上帝视角拍摄，图像会显示的更简单的形状，是不是有很多的不同呢？去尝试一下吧。3分法在任何地方都那么重要，同样在手机中也是那么重要。记得打开手机的网格线，默认是没开的啊。善用引导线，有没有发现依然是传统相机的拍摄套路？手机摄影的景深更难控制，不管是全景深还是虚化效果都不好控制，所以更多的利用引导线的创作，画面层次感会更好，容易带出主题，并以更创造性的方式填补了画面。技巧6，尽量使用单反的配件。想挑战手机摄影的潜力，想拍出和单反一样效果的照片，不要去寻找什么廉价的手机摄影配件，那不可能。单反的配件吧，更稳、更扎实，才能做出更多的效果。你知道我这段华为的延时的电控云台是多少钱吗？当时我还没有这个啊，现在可以用这个。现在的手机有了更多的镜头，所以你不需要再去买原来的那种手机镜头了。我曾经帮卡瑟测试过好多的手机镜头，不过随着手机自身的迅速发展，再也不需要了。再好的第三方镜头也不如手机原生的画质好，你也不需要去那些实体的灰镜了。那么灰镜呢，我们尽量可以用流光快门来实现，效果只会更好、更直观。那么渐变镜尽量使用曝光合成来实现，手机那么小，渐变镜简直是没办法用的。那偏振镜倒是可以考虑要一块，可以考虑手持一下吧，在有些场合还是会很有用。那么我来跟你分享一些我最常用的一些配件吧。兔龙其实就是更专业的手机夹，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稳，方便上脚架。相机使用的无中轴的三脚架和云台，这个不需要去专门买什么手机的脚架，因为手机脚架并不稳。有现成的三脚架，为什么不用？不要觉得一个大三脚架加一个小手机有什么傻的，更稳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大力夹、魔术手以及乐靴配件都是必须的。相机拍摄的同时，手机拍摄也经常需要。那么手机稳定器直接像我一样上一个单反的稳定器更好。你觉得太贵了？那么如果花钱能让照片脱颖而出，那么还是花吧。更何况添加这样的配件，能够让你的拍摄技能更上一层楼，因为有了它们，你可以拍摄出更多有价值的原片。技巧7，善用流光快门，比如流水慢门。云是风光的眼，水是风光的泪。不买灰镜，所以你很难用专业模式去实现长曝光了。不过我们有很多替代的方法，更好的记录飞流直下的瀑布、海边起伏的浪花。在苹果手机里面，它其实有一个叫实况照片的这个拍摄功能，然后拍完以后，你选择长曝光效果，也可以有一点点的慢门效果。但是这个和真正的动辄几十秒、上百秒的长曝光慢门还是不能比的。新一代的国产的安卓手机几乎都内置了流光快门模式。其实这个华为从 P9 时代就在做的功能了。其实它理论上并不难，就是一个 Photoshop 的在手机上的堆栈功能。但是三星跟苹果都没有内置，但不用担心，其实有很多第三方的软件可以支持，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 ProCam 啊，或者还有一些专门帮你拍摄慢门的 Slow Shot 软件。你知道了解后期堆栈的话，丝绢流水就是典型的平均值堆栈。你可以拍水，也可以用来拍云，是不是直出的效果比相机还给力啊？尝试一下夜景光绘。那光绘模式可以带给你无限的创意，甚至拍出比单反更炫酷的效果。因为单反你还要控制好环境光过曝的问题，而手机利用最大值堆栈技术，它可以无限长的拍摄。马上拿出你的手机，架上你的三脚架，爽爽的试试吧，探索各种不同的设置。还有，最后提醒你，记住最佳的拍摄时间永远是黎明和黄昏，尝试一下早起。迎着风，迎着远方的天空，摄影的旅程不再冷清，有艰难，也会有那解脱。我是詹姆斯于正，
在阿德莱德等待你对手机摄影的想法，请在下面发表你的评论。